美国24岁少女擅闯狮笼，惨遭雄狮扑倒撕咬，当场血流成河，现场画面惨烈至极，救援人员被吓得当场失声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24岁的戴安娜·亨森是一位对大型猫科动物近乎痴迷的年轻女子。狮子、老虎、猎豹、花豹，这些在别人眼中充满危险的掠食者，在她的心里却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。她社交平台的主页上布满了与这些大猫合影的照片。她微笑着靠近笼中的巨兽，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既敬畏又热爱的光。从3岁那年第一次在动物园看到狮子起，戴安娜就深深地被这种生物吸引，那份震撼贯穿了她的整个成长。20多年后，她终于如愿以偿，进入加州一家知名的野生猫科动物保护区，成为一名实习饲养员。她每天与这些猛兽为伴，学习如何照料、喂养、清洁，观察它们的行为，了解人类与掠食者之间那条既微妙又危险的界限。这份实习对戴安娜而言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场梦想的延续。她曾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主修动物学，期间接触过圈养的狮子和老虎，还亲赴非洲草原，观察真正的野生狮群。那次旅程让她更加笃定未来的方向，要为这些濒危物种发声。如今，她在加州邓拉普的猫只避难所工作。该保护区由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生存计划运营，占地约100英亩，是众多濒危大型猫科动物的避风港。园区内生活着老虎、花豹、猞猁、美洲狮等珍稀物种。这里不仅对公众开放参观，还肩负教育使命。工作人员会带着动物走进校园、社区，向人们传播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意义。在同事眼中，戴安娜是个充满感染力的女孩，她总是满怀热情，笑声常在，做事细致认真，对大猫们更是充满温柔与敬意。她喜欢在工作时轻声哼唱，甚至为每一只动物编歌，唱出它们的名字与个性。她与动物的互动带着一种近乎浪漫的温度。她热爱在保护区度过的每一天，那里的空气、气味、咆哮声都让她感到心安。她甚至特意向上级申请，希望能带父母亲自参观，让他们看看自己梦想中的第二个家，那个充满野性与爱的地方。几天后，戴安娜如愿以偿地带着父母参观了她心心念念的猫只避难所。那天阳光温柔，山风带着青草与兽笼混杂的气味，空气中弥漫着野性的气息。她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向父母介绍每一只动物的性格与习性，哪只老虎脾气最倔，哪头猎豹最喜欢晒太阳，哪只猞猁总在夜里低吟。父母被他的热情感染，仿佛走进了他的世界，一个介于温情与危险之间的世界。他们最后来到狮子区围栏深处，一头雄壮的雄狮卧在阳光下，那就是库斯，园区最具代表性的非洲狮。它4岁，体重约220公斤，金色鬃毛在光下闪烁着王者般的光泽，游客们总是为它驻足，而戴安娜更是对它情有独钟。她轻声唤着它的名字，狮子抬起头，发出低沉的喉音，仿佛在回应熟悉的朋友。戴安娜的父亲站在一旁，心中却掠过一丝不安。他注视着那道铁栏后的巨兽，想到女儿每天与这样的动物近距离接触，心头涌上一阵说不出的紧张。他听过太多关于圈养掠食者忽然反噬的报道，那些饲养员、训练师、研究员，有的经验丰富，有的年轻热忱，但在猛兽面前，他们的命运往往只取决于一个瞬间。那一刻，他甚至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，仿佛有一天电话铃声会在深夜响起，带来那个他最不愿听到的噩耗。然而戴安娜笑得那样明亮，她神采飞扬地谈论着自己的工作，语气中满是热爱与骄傲。他告诉父母，自己已经在保护区实习了2个月，熟悉所有安全守则，也严格遵循每一条操作流程。父母见他如此自信，也只能把那份忧虑藏进心底。2013年3月6日上午，园区的一切如往常一般开始。园主戴尔·安德森带着2名员工外出执行外展计划，他们将带一头猎豹去当地动物园，与孩子们近距离互动。这类活动已进行多年，安全且例行。留守园区的员工继续各自的日常任务，其中包括戴安娜和她的同事梅格·保尔斯，2人分头行动，各自负责不同区域的巡视与清洁。他们驾驶着高尔夫电动车穿梭在树林与铁笼之间，车上载着饲料桶、铁铲、水管和清洁工具。按惯例，他们会在完成各自的路线后于终点汇合，在一起返回员工休息区。但这一天，一切都在悄然偏离。戴安娜的男友特地从意大利赶来探望她，这是他们久别重逢的日子。他兴奋地邀请她一同来到猫只避难所，或许是想让她看看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，或是证明自己在这些威严猛兽面前的勇气。有人说，那天他特别想展示自己和动物间的信任，也有人认为
他只是想让他见识这些生命的壮丽与神秘。无人确切知道为何在那天早晨他会做出接下来那令人心惊的举动。那天中午过后，雄狮库斯刚刚进食完，戴安娜就独自进入了狮子的围栏。她清楚自己不该这么做。按照规定，进入猛兽围栏时，必须至少有2到3名工作人员在场。而对于库斯而言，平时只有原主戴尔一人被允许进入他的笼区。但戴安娜知道钥匙放在哪儿，也知道如何将狮子暂时锁进围栏内的小隔间，以便清理较大的活动区域，那是喂食区。狮子那天早些时候已经在那里吃过一次。整个狮舍分为4个区域，1个供人进入，3个供狮子活动，所有门栓都由坚固的结构固定。自1993年公园建立以来，从未发生过闸门失灵或安全事故。这套系统运行良好，所有员工也都经过充分培训。戴安娜开始打扫地面，用铁锹铲起粪便，倒进一个大独轮车里。就在这时，她的对讲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是梅格。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工作。戴安娜放下工具，边休息边继续交谈。然而他的背对着库斯，他完全没有察觉那道隔开2部分围栏的铁门，他竟忘了关上。他也没注意到狮子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。库斯看着那扇门，抬起一只巨爪，好奇地拨弄了一下。令他意外的是，门居然动了。他又推了一次，铁门轻轻地荡开了。此刻他与那名年轻实习生之间只剩几英尺的距离。狮子缓缓走近，兴奋又好奇，嗅着空气，庞大的爪子踏入戴安娜所在的区域。他一步步靠近，对他而言，这只是一场游戏。长期的独居让他早已不习惯与人共享空间。库斯自8周大起就在公园长大，曾经只是一团活泼柔软的毛球，如今却长成一头雄壮的非洲狮，鬃毛蓬松，肌肉结实，气势惊人。然后悲剧瞬间发生，狮子猛然跃起，用爪子拍向戴安娜的头部。她连一声惊呼都没来得及发出，便被击倒在地，当场身亡。那一爪的力量瞬间折断了她的颈椎。她没看见袭击的到来，也没有经历痛苦或挣扎。前一秒她还在对讲机里与同事说话，下一秒她的生命便戛然而止。对讲机另一头的梅格呼叫她，却迟迟没有回应。她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以为是信号中断，便继续工作，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区域，准备回去与戴安娜会合。但此时戴安娜和他的高尔夫车都不见踪影。梅格驾驶着车在园区内四处寻找，直到他开到狮子围栏附近，他注意到戴安娜的高尔夫车正停在一旁。他的心猛地一沉，透过围栏，他立刻看见戴安娜倒在草丛旁，静静地躺在地上。起初梅格以为她只是晕倒了，便大声呼喊她的名字，没有回应。接着他看见了更让人心惊的画面，雄狮库斯，那头巨大的公狮，此刻正不在他的小隔间里。在他与戴安娜之间，什么障碍也没有。梅格强忍恐惧，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对狮子说话，试图把他引离戴安娜的身体，同时迅速拨打911报警。紧急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，警察们试图用食物引诱狮子进入另一处围栏，以便工作人员接近戴安娜，但努力失败了。库斯变得焦躁暴烈，他守在戴安娜身旁，低吼挥爪，对任何靠近的人都露出防御姿态。他似乎在保护她，或者只是凭着本能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尽管戴安娜已经毫无反应，救援人员仍希望能将她救回。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她早已在瞬间身亡，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自戴安娜进入狮笼起，不到30分钟，她死了，而库斯也被弗雷斯诺县警长办公室开枪击毙。接下来警长不得不拨出那通电话，那通他早已预感却无比惧怕的电话，打给戴安娜的父亲。当消息传来，家人陷入了彻底的崩溃与悲痛，他们无法接受那个热爱动物、充满热情的女孩就这样失去了生命。唯一让他们得到些许安慰的是，她死于她所热爱的事业。他的父亲哽咽地说，他可能是瞬间离开的，甚至没有看到那一击到来。这并非一场漫长的挣扎或痛苦的撕咬，他没有受折磨，这至少让家人心里稍微好过一点。至于那天他为何要独自进入狮笼，至今仍是个谜。他的意大利男友从未出面说明是否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也从未透露自己当时是否在场。调查人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围栏2部分之间的连接门并未被牢固锁上。他们向戴安娜的父亲解释了最可能的情形，他在一个关键时刻走神，没有彻底关紧那道门。库斯或许只是出于玩耍的冲动扑了上去，却凭着他天生的力量，一爪便折断了他的颈骨。他的身体上没有被咬伤的痕迹，也没有任何撕扯的创口，只有那致命的断颈。那一击是野外狮子用来击倒羚羊，将猎物拍翻在地的力量。虽然库斯自幼在人工环境中长大，
但它依然保留着真正狮子的原始力量，一种致命、无法驯服的野性，而正是这股力量终结了戴安娜·汉森短暂而热烈的一生。